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今天我跟大家一起要分享的文章，是教你炒股票第79课，分型的辅助操作与一些问题的再解答，阐释在2007年9月10号的一篇文章。任何人进入市场，不是要求一个万能的宝贝，然后抱着就想得什么得什么了。本 ID 的理论只是其中的因素。利用本 ID 理论操作的人对理论的把握程度是一个因素，利用本 ID 理论操作的人的资金规模以及操作时间又是一个因素。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的合力，才是你最终用本 ID 理论操作的结果，对吧？你任何人学了禅师的这套理论之后，那么你的最终结果其实是三个因素，不单单是这套理论。我们看一下它分解的。第二个因素因人而异。所谓第二个因素呢，就是你对本 ID 理论操作的人对理论的把握程度，这个是第二个因素，对吧？那么第三个因素就是他说的人的资金规模以及操作时间。第三因素资金量和操作时间是可以进行一定的分类分析的。对吧？现在也开始进行分类了。其实它这个分类方法呀，不单单可以用在股票上，你任何事情上都可以用来分类。但是股票之所以用分类很好用的原因，是因为它的变化少。你不像你去，这也是禅师之前举的例子，不像你说中医，他说，中医或者说是那个军事上的兵器推演，这些的分类可能很多时候只能是猜，但是股票的分类的话，它可以只有三种变化，要不是涨，要么就是盘，要么就是跌，对吧？就三种情况。所以说在股票上我们可以很好的进行分类分析。那么对这个第三个因素资金量和操作时间呢，禅师也进行了一个分类分析。呢是对于很忙的人，对吧？就是因为它涉及到操作时间嘛。你如果很忙，根本没时间操作的人，就最好就去买基金就好了。对基金是可以对指数基金进行定投的，这样等于直接买了中国资本市场这个股票。这是禅师针对操作 A 股的一个建议。那么针对我们操作美股或者其他，你如果说在其他国家的话，也是一样的，对吧？你没有时间看股票，你每天或者每周可能能看个一次两次，那这样的话，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去买基金呢，对吧？可以对基金进行定投，你也不用管那个现在是指数是高还是低，你就每个月买一次，这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但是很多人，比如说在美国的很多朋友，他们其实，你们可能是有这个工作上的这个基金或401k 养老基金，已经是在买这个指数基金了，对吧？那么你也可以去这个自己的账户也可以去买一些，比如说大盘科技公司的，比如说 QQQ 了，这就是大盘科技公司的一个指数。它这个是类似 ETF，跟这个基金还不太一样，因为基金的话，你可能买卖的需要的时间就更长，比如说买进去可能需要一两天，卖出来需要一两天，它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就比较费时。但是 ETF 的话就不一样，就跟股票一样，当天买可以当天卖。其次就是针对你买基金这个建议，其次一定要投那些与指数关系不大的成长股，就是说一是可以买指数基金，二呢可以投那些与指数关系不大的成长股。因为如果你投了指数基金，再投和指数关系特别大的基金，就没什么意义了，相当于你重复了，对吧？而成长股往往在熊市或者指数表现不好的时候有大的表现。关键这些成长股有足够的成长性，但唯一不能确定的是，你买的基金的管理者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找到有足够成长性的股票组合。其实这个确实是比较难，因为成长公司啊，它尤其是在这个利率现在相对还是比较一个高的一个情况下，对成长公司对成长股是不太友好的，因为这些成长公司他们需要大量的借债呀。对吧？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利率很高的话，他们可能赚的钱全还债了，那么成长性相对来说可能就差一些。所以说这个其实比较考验这个基金管理者的。但是很多人
在美国市场最有名的这个喜欢买成长股的就是这个 ARK 了，就是这个木头姐，对吧？大家对木头姐应该都比较熟悉。她是，尤其是去年或者前年，她是特别喜欢买成长股，但是她的基金的这个整体表现的话，去年可能好一些，前年的话可能会亏很多，因为前年的话，这个无论是你是成长股、大盘股，可能相对表现好一点，但是这个前年这个成长股是因为这个利率一直在那个加息，所以说对成长股打击是特别大，所以说木头姐的基金表现是比较差的。那么现在开始降息了，但是呢也没有降得很猛，因为今年美联储已经开过会了，对吧？上周刚开完会，说是因为现在美联储在等，在 wait and see。为什么要这种等待观望的这种状态呢？因为现在特朗普上台了，因为他们对特朗普的一些政策呀还不太了解，对吧？一些刺激政策还没有展现出来，所以说他们现在没有办法给到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指引。很多人说，刚刚过去的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利率决议，其实什么都没说，确实是他们也说不出来什么，这也很正常嘛。一个国家的一个大的政策，不单单是国家，一个公司也是这样的呀。刚换了一个 CEO，他的一些那个方针政策还没有披露出来之前，你的 CFO 你是没有办法给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的呀，这也很正常啊，对不对？所以说，但是呢，现在美国的这个利率还是比较高的，应该是4点多。那么这个对成长股其实是那个还是这个利率还是偏高。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基金选不到好的成长股，对吧？那你的这个指数表现的也不会太好。这个那换到我们个人的话也是，你如果说想自己去买一些成长公司的话，现在因为很多大的基金呢，还是偏向于买那个科技七姐妹，对吧？就是这些大科技公司。现在成长公司，你就去看那个 QQ 那个罗素2000的这个指数表现的话，现在能表现得稍微强一点点，因为现在刚刚过去的这周，现在市场上其实最大的问题是信心受到了打击，就是因为DeepSeek 横空出世，它对大的科技公司，尤其是对 AI 的硬件公司带来了一个非常重的一个信心上的一个打击。那么所以说也让了那个小公司、成长公司，那么他们上周的话会有更多的一个表现。我们接下来会继续跟踪，我们也会那个因为慢慢的有更多的这个财报要披露出来嘛。英伟达财报还没有呢，还是在这个月底，应该是2月底。所以说等到英伟达财报出来之后，看它的一个指引，对吧？因为那个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五，那个英伟达的 CEO 也去了白宫，跟那个特朗普有一个谈话，但是具体细节并没有太多的披露。但是呢，肯定是更多的那个监管了。就是更多的限制，比如说更高端的可能把得更严了，更高端的 GPU 它可能不会出口到中国。但是呢，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用？那个 DeepSeek 其实已经给出了一个答案，对吧？你再限制，它也会有一定程度上的一个创新呢，对不对？所以说具体的来说，我们还要去后期再慢慢跟踪。我们再看一下禅师这个后面的一些文章内容。如果很忙，就用这两种方式进行一个组合，例如60%买指数基金，40%买高速成长股的基金，这样就别自己搞股票了。采取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定投，每个月定投一次。这对于一般的散户投资者最好了，你至少能买到市场波动的平均，对吧？其实这已经给到不能够每天经常看盘的朋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了，你就60%买指数基金，40%买高速成长股的一个基金，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金组合。买基金等于把自己托付给别人，是生是死就看你的运气了。不过指数基金稍微好一点，毕竟对管理者的要求比较低。其实之前那个巴菲特也做过一个，他之前跟一个基金经理打过一个赌，那也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说好像是期限是5年还是几年，反正是周期是相对比较长的。说你5年之内你的基金的表现，或者说你这个对冲基金也好，我忘了他那个公司是一个对冲基金还是一个传统的一个基金，就是说你的5年期表现肯定干不过这个标普指数，对吧？他们当时打了一个赌，说如果输的话，
应该多少钱，就是赔给对方。但是那点钱对巴菲特来说，不算什么，他只是想说明一个事儿，就是说你很多基金呢，你去买基金，倒不如去买指数基金，就是你自己去玩，还不如去买那个大盘基金呢，比如说标普，这是最简单的这个定投指数就好了。对于有充足时间的散户，也就是我们，对吧？有更多的时间，那个可以看盘，可以盯盘。如果交易通道还行，所谓交易通道，就是你交易的时候，你的网络呀、你的电脑啊，或者手机啊，现在好多都可以用手机来交易了。现在交易越来越方便了。那么就是所谓的你的通道还行，但是呢，其实这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尤其啊，在美国的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你很多现在券商他不要交易费了，对吧？你买卖股票的话，它没有手续费，这个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点，就是利用了人性的那个贪婪。这个其实是当时芒格是抨击过这种事儿的，也就是巴菲特的那个搭档查理芒格，他当时抨击过这件事情，他说这是非常丑陋的，你利用了人性的这种贪婪，然后因为你对于小散户，你其实很多时候并不了解你在干什么，你利用这个不需要交易的手续费，你会大量的交易。但是对股票这个东西，不是你越勤劳你就能赚到更多的钱，这个东西刚好相反，越是懒的人，越去不去管它的人，一年交易一次的人，那个结果反而往往更好，这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儿。所以说呀，很多人这个交易就是过度交易，大量的过度交易就会犯很多的错误。那么你越犯的错误越多，你对信心的打击其实是非常重的。可能一点点钱的时候还不太明显，但是随着你输红了眼，然后资金量越来越往上压的越来越大，甚至用杠杆，那你这个可能一次两次就给你干废了。这个在市场里面太常见了，但是对于我们开始学缠论、想建立自己的交易体系的人，其实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该动，什么时候该等，对吧？这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市场里大部分时间你都是在等待交易、等待机会的，没有那么多的交易机会。一旦你的交易周期稍微往上提一提的话，而不是说每天去盯盘、去看个什么1分钟、5分钟那种交易，那种其实是很累的。盯盘其实是一个体力活，那个其实是非常耗神的。那个，年纪越大，你会体会到盯盘其实是非常累的一个事儿。那么，就有点扯远了。但是我们继续往下看，才是说这个，对于有充足时间的散户，如果交易通道还行，那就用本 ID 在前面说过 N 次的第三类买卖方法再说一次，还是非常建议就是散户，尤其是我们资金量不大的朋友，用三类买卖点。用第三类买点或者是卖点，你可以做空嘛，在美股我们是可以做空的，第三类的买点或第三类的卖点，这个好处就是它出现三买或三卖之后，它就是一个中枢向上移动的过程，它是一个类似一个单边的一个走势，它非常快速。对吧？那么，但是麻烦的在哪儿呢？就是你如果三买或者三卖，一段判断不好的话，你很容易买在半山腰。这就是它的问题，我可以画图来解释一下。这个三买三卖就是很容易买在半山腰。比如说我这有一个中枢，然后啪上去了一个回撤，对吧？这是这个中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潜在的三买点。我们也可以用黄金分割去测一下，是在0.2382还是0.5还是0.618，对吧？我们可以回测一下它的力度。那么这个位置一旦拐头的话，那么就是一个潜在的一个三买，对吧？只能说是潜在的一个三买，它也可以拉回来。你一旦判断错误的话，那它就相当于你又被套在里面了。你买的这个位置没有成为三买，这个理论上是买了三买之后就会出现上涨，尤其还能够突破前面这个高点，这是理论上三买或者三卖给到的一个结果。但是理论上的这个三买和三卖，在你当下做交易的时候，需要你个人的一个判断呐。没有人告诉你这个位置100%是三买，没有这个人或者没有一套系统能够告诉你这个，只能说它更接近。你需要为什么我们要用双触发呢？对吧？这里要给到一个底分型，
然后还有个触发就是我要看它这段下跌的内部，看它的次级别或者说次次级别，有的时候是次次级别的，次次级别有没有两个中枢，对吧？其实任何的买点，禅师之前也说过，任何的有一二三买嘛，这是一买、二买，这都是二买、二买、二买、三买，任何的买点都是一买，只不过是不同级别的一买而已。所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期是日线，那么日线的三买，那可能就是5分钟的一买，也就是说你要去5分钟上看有没有两个小中枢，在5分钟上这个买点其实是一买。所以说我们要去利用我们的双触发，不单单要有底分型，本周期日线上要有底分型，那么它的次级别要有一买，也就是它的次级别或者次次级别。有的时候啊，你如果说只看次级别的话，或者说次次级别，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那个假的一个回撤，它可能不够调整的不够充分，你就进去了，那么就很容易就像这种，它可能只有一个中枢，你发现哎差不多了，又一进，它又往下蹲，就回来了，相当于你就买在了一个这个半山腰里面。所以说三买和三卖这个判断上是需要你的经验和技巧的。那么一旦你不够熟练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买在半山腰。为什么我经常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是喜欢买二买？二买的原因是因为前面有一个一买，有一个参照物，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它即使再往下蹲，再次跌破一买的话，它也可以出现盘整背驰，也可以以一买做一个防守位，对吧？你可以一买作为一个止损的位置，打掉了一买你就止损，然后再拉回来，然后你再看，还可以再接着买二买。上来之后，因为有很多这种，叫破底翻。所谓破底翻就是把这个底给打掉了，然后又立刻拉回来，这叫破底翻。但有的时候还是可以不背驰的。它这样前面有一段，它跌破了这个一买之前一买这个位置，然后不背驰，它可以出现一个1 2 3 4 5的段，然后再开始往回翻，开始做中枢，开始再往上走，对吧？所以说，你如果说用这个二买来操作的话，那你就需要盯着一买这个位置，因为你进场的前提是二买结束了。就是说，二买不跌破一买是你进场的前提，所以我们在每一次进场的时候都有一个前提条件的，对吧？你是前提假设这个位置就结束了，是基于你个人的一个判断。一旦你判断失误了，那说明你的假设条件不存在了。这个时候你就要应对了呀，你要么就是止损，把你进场的这个位置出掉，因为它可以往下走的呀。对吧？你如果说不想吃这个下蹲的这些空间的话，这些那个损失的话，你就要止损出来。还有就是一个如果说你是以中长期的心态操作一只股票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分批进。比如说你觉得你的判断水平还不够这个判断的那个能力还不够很强，然后呢判断的还不够准确的时候，你就分批进。出现了一次底分型，然后你要看一下内部的结构，差不多的时候你进了，比如说进个1/3仓，或者说进个1/3，就是分3次，对吧？这个里面先进一次，然后它继续下蹲，即使回到这个中枢里面来的话，你再加一次，它肯定会给你弹一次的。然后弹一次之后再看能不能够破掉前面那个高点。如果说破不掉的话，再回来，那你就再买回来，就是弹上去这次你要减仓了。这里要开始卖，然后它再回来，你就继续做。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它就是在做中枢震荡，对吧？因为我们是基于一种长期操作这只股票，没有关系，我即使是这个位置买了套了，我下来也没有关系，我再补一点，然后上去了，我两个都解套了，对吧？那我就可以再卖掉，然后回来我再买回来，就来回操作。这样的话，你整个心态相对是比较平稳的。但是如果有的人是喜欢那种就是喜欢做日内交易，对吧？那么他就只能止损。你在这个位置买了，如果说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周期呀，是比如说5分钟的这个位置，你不止损的话，它就可以回到这个那个中枢内部，甚至打穿这个中枢，然后给一个反弹，一个小三卖，可以继续往下走。因为这个小周期它完全可以这样走的。小周期之所以不能用笔来交易的原因，它是结构非常不稳定。它很容易被干掉，所以说你这个位置不止损的话，那可能就一直套，那可能直接就走反向了，那对这个你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说，能做日内交易的人呢，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高超的技艺。其实啊，周期越小，听清楚了，
周期越小，对你操作能力要求越高；周期越大，反而要求的你需要你的技术精度不是那么的大。晓得了吧？很多人喜欢天天愿意做日内交易，但是又没有那个水平，那你这天天就止损就去吧。那个是非常难玩的。其实日内交易它要求水平特别高，所以啊，我是建议大家，起码最低周期用30分钟或者60分钟是比较好的，因为30分钟或者60分钟，你像我每天解盘都用60分钟，这样的话你可能今天买了，可能明天或后天才有机会卖出，或者说呢，2、3天才有买入卖出的一个机会，你不需要天天盯盘的，其实偶尔利用那个喝杯咖啡的时间看一看盘就足够了。就是说，这个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还有就是说要做到一个自知的人，你知道自己是一个水平什么水平，那么你就要相对应的做一些策略。好的，看一下禅师怎么说的这个方法：一，选定一个足够去反应的级别，例如30分钟或者5分钟，或者干脆就用日线级别的，这样选择的目标相对少一点。不用太乱，对吧？这给出了第一个就是周期，一定要定好自己的交易周期。那么这个交易周期呢，你又不能单单看一个周期，你还要用它的上一个周期以及它的下一个周期。上一个周期呢是要看一个大方向，它的下一个周期呢是用来你可以用一个这个小仓位进行打短差的。但是禅师这里面说的这个只是第3类买卖点的一个方法。这个他说的这个的话是只需要看一个周期就行了，你就只需要做30分钟的，还是做日线级别的3买或3卖。这个时候其实是只看一个周期，这是有区别的。我刚才说的那个3个周期立体交易是你长期要做的这个一个票，就是说那禅师这个是不停的换。这个30分钟的一个3买做完了，然后再选下一个，你可以自己建一个股票池，对吧？选出那么个5只10只的，你就来回在里面换。这个做完了可以切换到下一个。你这样的好处就是资金利用率非常高。二，只介入在该级别出现第3类买点，对吧？所以说我刚才说了，就是它其实就选一个周期。三，买入后。一旦新的次级别向上不能新高或出现盘整背驰，坚决卖掉。这样只要级别足够，肯定是赚钱的。走了以后，股票可能经过2次回抽，出现新的行情，但即使这样也节省了时间，有时间就等于有了介入新股票的机会，对吧？这个就是我说一下它这个画一下图形，就是买入之后，比如说我们刚才这个图形，然后回撤是出现了一个3买，下面是这个中枢。上面是这个中枢，然后这个3买你买进去了，然后它出现了一个高点，对吧？打掉了前面这个小高点，但是呢，禅师这里说，一旦新的次级别向上不能出现新高或出现盘整背驰，就是说你这个段反弹或这段上涨，你要去看它的内部结构。这段你要看它的内部结构，它的内部如果说出现了，首先是不能出现新高，比如说这个3买完之后不能够打掉前面这个高点，那说明弱呀，说明更弱了，那你更要卖。然后它的那个次级别如果说出现盘整背驰，也就是说它的内部有背驰了，比如说有一个小中枢，然后上去再来3段，它的内部出现盘整背驰，其实也是类似双触发，也是类似一种双触发。你不能够看这一个周期，但是本周期结合它的下一个周期，2个周期来结合来看，对吧？它的内部出现盘整背驰了，这个时候你也要卖。所以说这是第3个，看一下其他的。4，如果股票没出现3的情况，也就是说没出现这个盘整背驰，那一定是进入新一轮该级别的中枢上移中，一定要持有到该上移的中枢出现背驰后，至少卖掉一半，然后一个次级别下来，这里可以回补，但如果有新的股票就没有必要了。再一个次级别上去。只要不断创新高或者盘整背驰，就一定要把所有股票除掉。注意，有一个最狠的做法，就是一旦上移出现背驰就全走。这样的前提是你对背驰判断有特别的把握，不是半桶水。这样的好处是时间利用率特别高。其实这个我们再去用那个图形画一下。
这是一个中枢上去了，你买了，出现3买，你买了，然后它上去，然后呢它不背驰，这个3跟前面这个1这段，如果说算第一段的话，那么跟第3段没背驰，它可以一直往上走，一直往上走，那你就这个时候就不能卖，就一直继续持有，对吧？直到出现盘整背驰的时候，你可以全卖掉，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这个走一个反向走势。所以说，这是这个第4、第5，尽量只介入第一个中枢的第3类买点，因为第2个中枢以后形成大级别中枢的概率将急速加大。其实这一点非常关键，这一点非常关键在哪儿呢？就是说很多人啊，任何的3买他都想买，对吧？这有2个3买，这有2个中枢，这个是3买，然后这个也是3买，对吧？我们要的是第一个3买。形成第一个中枢之后的3买，不要第2个，第2个都是尾段了，它就很容易，这个可能空间相对的也不会有那么大。还有就是说，它形成大中枢，大级别中枢概率的急速加大。所谓大级别中枢，就是它的上一个级别，这个3买你买了，然后它上去你没卖，它可以再拉回来，然后在这里做大中枢，把这个中枢扩张。把这个中枢扩张之后，那么就是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它上一个周期的一笔上一笔下的一个结构。所以说你在这个位置买就很容易被套在这里面。再看第6条，本方法一定不能对任何股票有感情，所有股票只是烂纸，只是用这套有效方法去把纸变黄金。走了以后，股票经过盘整，可能还会有继续的新的中枢上移。这是否要介入，关键看高一级别中枢的位置。如果该继续是在高一级别中枢上有可能形成第3类卖点，那这个介入就有必要，否则就算了。天涯何处无芳草，把所有的草都你自然就变成散户变大散户了，对吧？所以说，这也是这个方法不能对股票有感情。很多人操作股票啊，那个非常有感情，那么可能是那个套了的话，可能套了时间长了之后，真的有感情，不想割了，或者不想卖出了，那这个也不行，因为他这个方法呀，就是需要来回跳来跳去的，就是在一个股票池里面，你建一个股票池，拿个10只20只的建一个股票池，不停的用小周期，比如说用30分钟。5分钟稍微有点小，一般人5分钟可能都操作不了，所以说用30分钟、60分钟，甚至是日线，你建一个股票池，然后在这里面不停的用3买来那个操作，啊，它是非常快的。它之所以给大家有足够充足时间的朋友这么一个方法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利用率特别高，资金利用率特别高，所以说你不需要进入盘整，它是不做盘整的，它只要中枢上移这一段，对吧？它只吃这一段。这个段其实如果做得好的话，这个利润，因为它是一个单边的一个上涨，它的这个利润是来的特别快，所以它不需要在这里面耗，它不需要在这里面耗，对吧？那么这个办法就看你适不适合。那么每个人都可以看一下自己的个人的实际情况，来针对性的去做一个选择，对吧？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呃，这一课。那么原文其实比较长，原文比较长。那么感兴趣的话，你自己再通读一遍，这样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体会。好的，来看一下下一周，下周2月3号开始。那么经济数据比较多，最重要的还是在周五2月7号有这个非农数据，这是最重要的了。然后那个周4也有一个跟就业相关的，然后周3 ADP 也就叫小非农数据，还有制造业的一些那个指数，然后周2 JOBS 这个是在市场上公开的这些职位，就业的这个职位，周1的话也是一个制造业，所以说每天都有经济数据，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周5，然后周3，相对应这2个3和5的话。这个可能市场波动相对会比较大。然后呢，下周也是有大量的公司要出财报，我们可以看一下要出财报的这些公司。这是那个这个公司的这个网站
就是不是这个公司的网站，就是这个要出财报这些，因为它已经总结好了，比较方便。我们来看一下下周要出财报的这些，这是从这个开始，对吧？从这个23号开始，23号这个 AMC 呢是这个 After Market Close，就是盘后。最重要的就是或者说关注度比较高的就是这个 Palantir 要周一盘后要出财报。因为我盘中解盘是在周二和周四，所以说周一的话是没有办法的。那么我们今天等一下看一下 Palantir。那么在周二，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这个盘后，因为盘前的话，它对市场的这个波动影响并不大，但是也有很多好公司也在盘前出，比如说你看这个PFE 这个辉瑞啊，还有这个 Spotify 啊，对吧？这都是在盘前出，还有什么 Pepsi，然后盘后比较关键的就是 AMD 要盘后出了，然后谷歌，然后这个Snap 它这个小公司为什么也放在盘后呢？因为它其实每次波动都特别大，都是15%到20%的一个波动，而且吧，因为 Snap 它的波动也会影响着其他的，像那个Pinterest 就这个，它俩的相关度，因为都是类型，都是做 social media 这个类型的公司，然后他们也是比较严重依赖于这个广告。然后 Snap 的一个波动也会影响 Facebook，那他们这个关联度还是比较高，比较有意思的。所以说，Snap 它是在盘后出。那么周三的话，盘前也有这个诺和诺德，这是做减肥药的。这个阿里巴巴这个意义代表是大概，现在他们也不能确定，就这个网站他们也不能确定是在盘前要出，只是出一个大概。所以说是阿里巴巴呀、诺和诺德、减肥药，还有这个迪士尼也在周三的盘前出。那么它盘后的话是 ARM，这是我们之前说的，然后福特呀、MicroStrategy，这是跟比特币相关度非常高的，然后就是高通，是在周三盘后。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看一下这个 ARM，还有这个 MicroStrategy 这两个票，我们等一下也一起分析一下。然后周四这样的话，我可以在这个开盘之后分析。那么周四的话也有比较重要的艾利丽丽，也是减肥药，它跟诺和诺德是两个最大的减肥药的这个现在两个竞争对手，对吧？他们两个一个是在周三盘前，一个是在周四盘前。那么还有这个 Roblox，这也是跟元宇宙游戏相关度最高的一个公司。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对它的关注度也比较高。还有这个Philip Morris，就是那个做香烟的，对吧？那么周四盘后的话，亚马逊要出来了，还有这个云计算公司，还有一个药啊，这个 Pinterest，还有这个 Take Two 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游戏发行商，对吧？一些很有名的游戏都是 Take Two 发行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话就看一下这个 Palantir，然后看一下 ARM，还有这个 MicroStrategy。好的，这是我们一会儿要分析的。那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这个 PPT 啊，那就这些了。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分析的这些。首先看一下指数，1月份刚刚这个交易日整个交易月已经结束了，马上要开始2月份的一个交易了。我们看一下月线这个周期的话，看一下这个裸 K 是3根 K 线基本上并排的，然后呢1月份把12月份那个 K 线给吃掉了，就是一个包含关系的，是这么一个 K 线。那么2月份因为经过包含处理之后的低点，其实在12月这个低点5832.3，对吧？12月这个低点，如果说在2月份被打掉的话，那么月线上就会出现顶分型了，这是我们在月线上要关注的。如果说2月份出现这么一根 K 线的话，打掉了12月的低点，那么顶分型就会出现。因为任何的转折都需要有顶分型和底分型，对吧？所以说，出现顶分型之后，我们要关注它的一个力度，是出现一个强顶分型，还是一个弱顶分型？我们这里再复习一下强顶分和弱顶分的区别。
那么这第一种情况就是强顶分型，这第二种情况就是弱顶分型。它的区别就是在这个第三根 K 线跟第一根 K 线的关系，就是说它有三元素，第一元素、第二元素、第三元素。那么第一元素的低点，也就是这个顶分型的一个底，它这个顶分型是有区间的。第二元素的高点就是这个顶分型的上沿，第一元素的低点就是顶分型的下沿。那么第三元素如果说它跌破了第一元素的低点，意味着这个顶分型是一个强顶分。那么像这个下面这种情况，第一元素低点在这儿呢，对吧？第三元素它可能再到这个第一元素的半山腰这个位置，就是说中间这个位置，所以它是一个弱顶分型。那么强顶分和弱顶分，它意味着强顶分型更容易出现这个一笔回落，那么弱顶分的话，它就可能是一个中继的顶分型的可能性就更高一些。但是呢，这个没有一个100%的对应性，这个需要看它出现强顶分型之后的这个，其实要看它的次级别，看它的小周期，就看2和3，要看2和3这个 K 线，因为现在要看的周期很大嘛，是一个月线周期，你要去看它的日线，甚至是60分钟它的那个 K 线组合。如果说在60分钟上，如果说出现了一个三脉的话，所谓三脉是这样，比如说它60分钟是这么一个结构，然后还给到一个小三脉。我现在说一下区别，这个3根 K 线是月线，这下面这个小走势类型是60分钟，也就是说，或者说是日线，但是有的时候日线上不会有这样结构。那么60分钟如果有的话，你要关注一下60分钟。60分钟如果说有这种结构的话，那么月线上这个顶分型就很容易形成一笔的回落，这就是两个对应性。这个其实禅师在他的文章里面没有明确的说，但是呢，他有一篇文章应该是讲过，就是出现顶分型或者底分型的时候，他是用5日均线跌破5日均线或者说5月均线，那么可能是因为均线嘛，大家比较容易比较直观，但是更精确的其实要看到它的次级别甚至是次级别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它的小周期如果出现这个三脉，如果说底分型的话，那就是三买；如果说底分型的话，那你就要看它这个结构里面有没有三买，对吧？出现三买的话，那么这个顶分型更容易出现，底分型更容易出现一笔。那么出现三脉的话，那么这个顶分型就更容易出现回落一笔。所以说这是利用顶分型结合它的次级别的这个走势类型，你来做一个更精确，或者说相对更精确的一个判断，这个出现顶底分型之后，能不能够延伸出一笔的一个方法来？那这个相对的，需要更多的经验和你去那个分析的一个能力了。好的，这就是在这个月线上，我们这里虽然说月线上还没有出现顶分型，但是我也要看一下它的那个内部结构，这个内部结构是不是很饱满了？它的结构是不是跟我们的模型比较，是不是都很充分了？进入段、离开段，构成中枢，有几个中枢，对吧？大家看一下它的结构。那么如果说结构非常饱满了，也可以回落。这就是区间套。那么这是我们之前说过的3491到这个最高点6128，3491到6128，这在月线上只是一笔，在周线上是带结构的。周线上这里是有一个中枢进入段离开，然后从6099回落到5773，这个回落现在是成比的，也就是说，在我这个，因为它有包含关系，你严格用包含关系处理之后，这个回落不够比，只有4根，对吧？那么，但是呢，我用这个递归方法的话，我这里是可以当成一笔的，这个跟前面这个回落还不太一样，前面这2处回落经过包含处理之后是只有3根，然后呢，它的这个最高点是在第2根 K 线这里，你看这里，它是第2根 K 线出现了高点，然后前面这个 K 线是那个比较短的，经过包含处理之后的话，它是这么一根，然后下面是有3根，对吧？所以说在我这里
6099跌到5773，我是当成一个3买的，针对下面这个中枢是一个3买。那么他又用了2根 K 线就打了一个高点，他用2根 K 线或者2周就突破了前面这个6099，现在的高点在6128。那么经过这个多异性处理之后，其实前面的这个延伸呢，从4103这个离开段，那我就可以先延伸到6128，也就是说，其实就是一个看它之后走势怎么选择的一个问题。怎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如果说它从6128延伸出来了5根 K 线，它如果说先出现5根 K 线的话，那么意味着4103，那么它的上涨你需要画到6128，那么这个位置就变成了新的3买。很多人问你这个3买怎么还会出现新旧，或者说怎么还不一致呢？这就是因为你现在做出的判断是基于你现在能够得到的这个图形，就是说它在生长，这个周期是一个活的东西，它在生长过程中它没有完成的。你基于一个没有完成的东西做出的判断是不够准确的，所以说在新的 K 线出现之后，你需要基于你得到新的信息做补充、做调整，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就是跟破案一样，你假设了一个条件，然后你有新的证据了，来补充进来之后，你需要对你的这个结论进行一个调整啊。你不能说啊，我这个只能是按照我之前知道的信息来做判断，那你不是非常教条、非常死心眼儿吗？一根筋嘛，对不对？所以说，在有了新的条件出现之后，在有了新的情况出现之后，你要进行调整的。它这里只要它这个上涨这段，我们用一下裸 K，只要它这个先出现回落，而不是说先出现上涨，那你就要进行调整。如果说它先进行上涨也可以啊，对吧？也就是说，它现在不是没有跌破5773吗？它可以继续往上涨的，它继续往上涨，再次突破6128。那么这里如果说能够延伸出5根 K 线的话，最少5根，这样也可以啊。那么就是变成了4103到6099是一笔，回落是一笔，那3买还是这个3买，那么就是这是新的一笔生成。这样的话就可能出现周线这个盘整背驰了。出现盘整背驰，就是刚才回到我们刚才禅师给到我们那个办法，对吧？用3买来那个进行买，你只买3买，然后出现了个新高之后，但是呢力度不行，次级别有背驰了，那你就要又卖掉，因为它要回来做中枢了，就是进行大级别的一个中枢的一个运动。你不想做这个震荡操作的话，那你就需要全程进出把这个卖掉，因为它这个回落你是不做的，对吧？所以说不同的级别方法都一样。我们虽然刚才禅师用的是30分钟、5分钟或者是日线，但是在周线上的话，这是一样的。这就是缠论厉害的地方。你只要学会了这个缠论，任何的周期你都可以套用。你所要做的就是定义你要交易的周期，你是要交易日线还是交易周线，还是交易5分钟、15分钟，对吧？好的，那么的话，至于后续怎么选的话，那就是市场的那个选择了呀。谁能知道呢？市场今天出这个消息，它就上涨；出现另外一个消息，它就下跌。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只能是基于现在，利用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做仓位的一个调整。比如说，你觉得这个位置5773能够守住的话，那你就进一点周线这个仓位。573只要不被打掉，你就一直持有。那么出现新的一笔上涨之后，你就再减掉。如果说它要是以5773，因为你假设这个位置是一个防守位啊，它出现了一个笔回落，打掉了5773，那你就需要要么就是减仓，要么就是止损，因为它可以继续向下延续的。这个延续到多少也是不能够预测的，它完全是可以到53、54、5115、4877都可以，到这些位置都可以，对吧？如果说是，周五不就是出现了一个快速的回落，就是因为特朗普要开始打贸易战了嘛，要跟加拿大和那个墨西哥要打贸易战，25%的一个关税，市场出现了一个回落，对吧？谁知道那个还有什么其他的灰犀牛呢？在这个上周之前，谁能知道横空出世了一个 DeepSeek 呢？没有人知道，对吧？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预测，那我们只能去出现了情况之后，我们再应对。其实跟现在美联储这个方法是一样的，他们也是应对，他们不能预测特朗普能够推出什么经济刺激的一些政策，他们只能应对，出来了我再想办法。其实是跟我们交易里面是一样的。
再看一下这个它的次级别。次级别的结构，我们在平时做解盘的时候是经常说到。那么我们其实现在只需要看6128右面的，因为61128左侧的话，它的结构已经非常饱满了。我们现在假定它就是6128就是短期的一个顶。那么以628作为调整的话，它的结构其实是现在并不多。看一下次级别1小时啊，那么现在是出现了3段。那么这3段的话，在周五的一个收盘，它最高是到了6120.9。并没有冲到6124.58，6124.58是什么呢？是这个5962上涨和616012上涨的等比例的位置，它并没有冲到那个位置，但是给出了一个顶分型之后下落，那么又是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特朗普要打贸易战了，那么这个位置其实出现顶分型，离这个6124已经很近了，不知道在周五的时候大家没出现这个减仓的一个动作，对吧？因为它是一个3段嘛。我们之前分析过，只要不突破6128的话，它都是在做中枢而已。那么现在又回来了，现在是有这个中枢了。但是这个中枢呢，它也可以是3段就完事儿，它可以走反向，对吧？那么因为日线上它这个反弹其实已经够比了，日线上反弹是够比的。那么这个进入段是有2根 K 线没有关系，或者说1根 K 线都可以，它是跳空缺口也可以的。那么现在反弹够比，看它是不是要在反向做反向中枢之后再下来。那么下周其实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6012，如果下周这个位置撑不住，如果说再往下走，那可能要去120小时和200小时，然后再往下走，然后一个反弹不能够碰到6012就走反向，对吧？所以说6012就是我们在这个下跌过程中我们设的一个观察位，或者说叫一个边界条件。那么跌破了它，看能不能够收回来。如果收回来的话，然后再看这个反弹的位置，反弹位置不能够突破前面的话，可以走反向。这样的话，5962到6012是日线的一笔，那么6012这里一断开，那么就可以走反向了，对吧？所以说跌破了6012之后，我们需要相对的要谨慎一点。那么不跌破它的话，看它是不是要在这里做中枢，在这里做中枢也可以再次上去，相当于这个没结束。相当于5962上涨没结束，所以说这就是1小时周期上它的变化是比较多的现在。那么基于这个整体的一个判断的话，我们现在的仓位啊不能太大，因为仓位不能太大，因为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周线上就是它这个整体的一个表现，我个人倾向是这里要回落一笔，就是周线上它这里要回落一笔之后。再给到一个新的300，那么的话，可能是因为现在是周线级别嘛，现在再有3周，对吧？再有3周的话，如果说能够出现一个回落的话，那么可能是到这个月底了，2月底了，基本上就是英伟达财报，其实就是英伟达财报之后，现在呀，对市场最大的这个问题就是英伟达看一下它的展望。它对这个1季度以及整个2025年的一个展望，因为受到这个 DeepSeek 这个事件的影响，看一下它的展望是好还是坏，其实影响了那么这个可能大盘的这个回落的位置。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好事儿，对这个整体这个牛市啊，我觉得牛市没结束。首先牛市没结束，那么其次呢，这个因为一个英伟达可能。大家对它的这个压重没有那么大之后，可能更多的小公司或更多的公司，尤其这些软件公司做应用的这些公司，可能反而能起来。那么这样的话，牛市的受益的公司可能更多，对吧？可能不需要集。现在市场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集中度太高了，都集中在几个大的科技公司里面，有好多基金也是。那么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它是一个连锁性的。如果说能够把这个利润分摊开，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出现问题的时候，它有一个平衡，它有一个对冲。但是呢，这有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小散户，如果说挑不到好公司的话，那可能或者说挑不到那些市场，因为分化了之后其实是不好选的，其实操作难度可能大，但是整体的牛市并可能会受益。这是之后我们需要去继续跟踪的。那么这就是这个指数。我们看一下这个要出财报的这几个。先看一下 Palantir，Palantir 的话，我们也是之前一直是一直说它是2024年一个大牛股，对吧？我们之前
分析过几次，但是没有做具体的跟踪，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已经涨得太高了。因为涨太高之后，如果说一旦你操作不好的话，我在每天讲的话，就很容易那个出现一个亏损。所以说这也为什么我不讲。那么它主要的结构，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日线，这个21.74，它是之前应该经过一个分拆，好像是。哦，现在这个图形上并没有看到，它是2月3号要出财报。那么它是之前是在纽交所交易，后来又挪到纳斯达克。那么我之前画的图形都是在纽交所的，但是现在它又到了纳斯达克之后，我之前画的图形都没有了。但是呢，我们主要就分析的是从这个21.74开始。21.74它是一个1、2、3、4、5、6、7段或7浪7笔都可以，而且啊第7笔已经突破了前面那个高点了。84.79，其实它每一次回落都是3买，每一次回落都是3买。针对前面前面那个点位的话，都是一个3买点。那么你如果说用3买的刚才禅师教那个办法的话，都可以，因为它是一个浪形的往上走，每一次回落都是3买，所以说任何周期都能用，就看你会不会用。那么现在又是出了高点了，就是禅师说那个。你63.4买了之后出了新高，那你要看它的次级别。次级别如果说出现了盘整背驰的时候，你要卖，或者说不出现新高，那你更要卖，就更弱。出现新高都要卖，你不出现新高可能更要卖了，对吧？所以说出现新高之后，你就要看有没有背驰。首先看本周期有没有背驰，然后看它的内部结构有没有背驰，对吧？所以说这就是2周期都要看，也不是说出现了这个已经是第7笔了。1、2、3、4、5、6、7，已经是第7笔了，就不能继续往上走，可以往上走的。所以说你没有人能够预测，你也可以用这个扩展器，从5和7比较一下，那上面可大了去了，对吧？它完全可以走到112的，走到112就是第5段的空间跟第7段的空间是一致，然后再回落出现8和9都可以的，没有人知道能到哪儿。所以说你可以用这个工具变相的给到几个位置嘛，对吧？有工具用并比你瞎猜强，这是往上走。如果说往下回来的话，那就比较好弄了，那就是回来做中枢。回来做中枢的话，你也可以用那个黄金分割测一下回撤的位置，看能够回撤到哪些，是到这个0.5的话是74、75附近吧。如果说能到这些位置的话，它其实就是做中枢。所以说你在出财报之前要不要减一点的话，那就看你个人的一个风险喜好。你觉得它这个继续往上走的可能性更高，那你就拿一拿。如果说手里有底仓，已经很赚钱了，那你可以卖一卖的吧。上去涨了，我手里有底仓；回落了，我可以继续买回来。这样的话，整体心态是相对比较好的。但是具体怎么走的话，因为财报这个盘后财报涨跌啊，真的很多时候跟数字跟你的这个过往的这个数据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跟关系并不大。比如说那个刚刚过去的这苹果的财报，它的苹果财报并没有太牛，对吧？它没有这个 surprise，也就是没有比预期强很多。但是呢，它是基于1季度的这个数字，它可能是画大饼也好，还是说预期，这个指引比较好，所以说它是出现了一个盘后出现了一个上涨，但是还是一个冲高回落。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财报赌单边都是非常难的。那么更好的是，你如果说想赌的话，或者说想操作的话，就是两边都买，就用那个期权的这一些策略，这个可以大家自己去这个找一找。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ARM，ARM 的话呢，我们之前也说过几次，就是它图形上很简单，其实现在是周线上。那么这是进入段构成一个大中枢，然后从123这个离开，我最近讲过几次，它这个123离开之后，这个力度还可以，因为它只是回调到了这个中枢中轨的位置。那么现在这个反弹还不够比，但是因为上一周这个比较大的一个上影线，现在是又开始去向上冲，看能不能够冲到6164上去，对吧？现在这个 MACD 并没有马上跟上来，这个 MACD 快门线一定张口要张起来。这样的话力度才能起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次级别。那么次级别从123这个起涨点是一个123，它虽然说之前因为这个DeepSeek 的一个影响出现了一个大的天空缺口，而且是一个倒形反转，看到没有？
所谓导型反转，我们也可以说一下简单的。这里有一个缺口，然后这里有一个大缺口，对吧？相当于上面一个孤岛，这是一个孤岛，这是类似个传统理论，他们管的这个叫导型反转。一般出现导型反转的时候，它这个力度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它又给收回来了，又把这个缺口给补上了，对吧？那么所以说呀，传统理论很多时候，它都是模棱两可的。你说它跌的时候，你说哎呀导型反转，力度要往下走，但是人家又收回来了。所以说呀，传统理论能用，但是你很多时候就是模棱两可的，就是吹吹牛逼还行，但是具体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用处并不大。那么传统理论有一个可以用的就是那个趋势线，趋势线尤其是在大周期的时候，这个趋势线是比较好用的。很多人说你画一根线，尤其大周期，你画一根线就能怎样怎样吗？就很多人觉得技术分析没有用的原因，一个打击技术分析的人或学技术理论的人就说，你画一根线就能顶什么用吗？确实顶用啊，尤其周期比较大的。现在我们看的这个周期是月线，你发现没有？这个回落一直是基本上是在这根趋势线的这个位置上，一直没有跌破这个趋势线，你发现没有？所以说呀，你想跌破这种位置，你需要大量的资金呐，这都是钱在里面堆着的呀。你要跌破这个位置，那需要大量的钱才能把这个砸破它。所以说，在大周期上，尤其是周线以上的这个周期，趋势线是比较好用的。那么现在它这个大周期其实都没有被破掉。就看你怎么用吧，对吧？任何方法都有用，就看你会不会用。那么，在这个日线上的话，它这个现在是一个123，这个4还没不够。那么4其实就是没有方向，你要不再次选突破182.88，要么就是跌破这个142.32，只有出现这两种情况，它这个才出现新的变化。突破这个的话，就是这个3的延续；如果说跌破142.32的话，就是4的回落。4的回落，看它那个形成中枢之后能不能够再继续往上走。但是马上要财报了，2月5号盘后要出财报，看出财报之前它能不能爬上去，对吧？爬上去之后出一个财报再突破这个位置，我们可以测一下现在的价格到财报14.87%，因为它的波动是比较大的。它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持股方最大的股东就是软银嘛，SoftBank。它的持仓量能在87%到88%左右，它的持仓量太大了，造成那个市面上流通股啊太少，那就变相的把这个公司的盘子变小了。所以说它的为什么波动那么大的原因就在这儿，其实是不利于这个股价平稳的。那么，但是他们如果说大股东不卖的话，或者不往外减持的话，那么你市场流动一直会这么波动比较大。这是它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往上走是15%左右的空间，往下来的话就是看能不能够到这个120天和200天的这个位置，看一下这个空间12%，对吧？基本上就是12%、13%、10%左右的一个波动。那么如果下来的话，就是在这里看能不能够做中枢，最好是不要跌破123.11。跌破123.11的话，那肯定就要再这个起势了，但是还是没有脱离周线上这个大中枢，对吧？你只要不脱离这个中枢的话，它就是在这个中枢里面震。不知道是不是要震到9段才起来？震到9段起来的话，那就震荡那时间就加长了。这也是禅师一直说为什么不愿意，就是不建议小散户做震荡呢？因为震荡太费时间了吧，在这里面来回震，你需要大量的精力耗在里面，它肯定没有单边出现3买和3卖，买了之后就涨的那么爽啊。看一下这个 MicroStrategy 的话，它就是跟比特币相关度非常高的一个公司。很多人把它当成2倍或3倍的比特币的这个杠杆来玩。它也是我们看2月5号周三盘后，那么它这个财报大周期现在周线上是从这个起涨点1、2、3、4的回落，4的回落虽然说现在够比了。回落已经够一笔，而且它是在0.5和0.618之间的一个回落，但是呢，它这个新的一笔没生成，也就是说，第4笔你不能说它结束，第4笔不能结束，它这个是285.01不能被跌破。如果说285.01被跌破的话，说明第4笔没结束，向下一个延续，它完全可以再到280，甚至是270、240都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价格到这个前低有多大的一个空间。
14%。如果说到0.618，19%啊，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如果说要赌的话，就注意一下它是不是要跌破了285之后，也就是把第四笔的回落更充分一点，内部更饱满一点，然后再起来，它可以这样走的，对吧？所以说285.01就是一个防守位了。那么这就看你想不想参与。往上走的话，这就是第五笔，这是一个1、2、3、4、5第五笔。那么第五笔我们也可以测一下前面这个高点到404。20%，对吧？看上去不那个空间不大，但是已经有20%了。你也可以反向测一下这个黄金分割。那么到这个414的话，是一个0.5的位置，它也可以到444，那就是一个那就更大了，31%，对吧？所以说它的那个波动是比较大的，那就看你能不能够承受得了这个波动。那么它小周期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从这个543下来，那么从543下来的话，它其实结构已经有了，这是进入段，一次反弹，两次反弹，又下来，它这个又下来，只要不跌破285.01，其实就是一个二买，它可以再上去翻上去，对吧？你看它这个 MACD 现在表达的是，就是没有完全沉到零轴以下去，而且这个柱子的面积也不是很大，所以说它更多的是在一个等待的一个状态。那么在这儿那个运势的一个酿市的一个状态，能不能够起来？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受比特币影响比较大。那么因为特朗普现在更多的相关的政策并没有推出来，但是他要任期4年的嘛，时间还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慢慢做。如果说你对比特币有信心，然后又想操作稍微波动大一点的公司的话，可以就多关注这个 MicroStrategy。好的，因为时间已经用了1个多小时了，时间比较多了，也不能时间太长，耽误大家的休息。那我们本周的这个周末漫谈就到这里了，再见。